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中东情势。伊朗这一次祭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跟电战来封口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新链现在也被打瘫。但是至今大家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林肯号到底到达伊朗附近了没有？到现在其实美国都还没有出手。难道美国这一次针对伊朗会选择放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看到的是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战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箱艇。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就是林肯号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不过川普讲了，这个中间大概这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三者都变得非常的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的。那个有几个商家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
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他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就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作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化，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这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现在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这些组织，或者是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
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站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站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是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就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它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它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
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陈杰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尚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大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权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有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米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的东西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先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哈米尼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川普的铁拳哦，这个关税铁拳竟然是砸向了自己的盟友，不管是欧盟或者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加拿大、南韩，都被迫在这个时候转向了态度上转向北京。中国在此刻竟然坐收渔翁之利，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画面，是在伦敦的这一场 NBA 的球赛例行赛。美国的国歌响起的这一刻，现场的馆内不是安静肃穆哦，而是突然间有民众喊出了怒吼声 "Leave Greenland alone"， 放过格陵兰。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这场体育赛事成了川普霸凌外交的一个现场哦，包括了这个民众高喊放过格陵兰，而现场民众一阵的鼓动，还支持了这位抗议者哦。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看起来是一个球赛上面的一个小插曲，但是也真实反映了全球现在的心声。尤其我们赶快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等报道，特别做了一个最新民调，来自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调，赶快来看到，他们认为说，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从关税全面开火到现在，直接就威胁自己的盟友的主权啊，甚至把
安全变成了自己勒索的工具，因此他们非常的不看好美国。他们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只会让中国的影响力变得更为强大。这是来自于欧洲的最新民调显示。那么包括了来看到是布鲁金斯学会也直接说了，这样子的状况是北京最期待的一个局面。确实哦，现在川普是把自己的盟友给推向北京这一面，不管我们刚刚提到的欧洲、欧盟国家，不管是加拿大，甚至是南韩，都被迫转向北京吗？赶快来看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近期哦，中国大陆跟这个欧盟的关系变得更好了，它调降欧盟的猪肉反倾销税，欧盟则降低了对于中国进口车的一个关税。但是我们来看到欧盟国家跟美国关系可以说是快要撕破脸了吗？川普扬言要掌控格陵兰，并不排除动武，并且加征针对于欧洲8个国家的关税。再来看到除了欧盟之外，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也变好了，中加现在互降油菜籽跟电动车的关税。反之，我们来看到是加拿大用经济武力狂吼，说要把加拿大变成自己的第51州。接下来最后是南韩哦。北京持续的深化跟南韩之间的关系，包括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一头，我们则是看到川普扬言要撤军4500名的驻韩美军，施压南韩得介入在台海战争当中，把自己的盟友全部推向了中国。而中国持续的来跟美国持续脱钩。最新数据赶快来看到，它降低了对美国的出口，而这些出口转向了不管是非洲国家、欧洲国家，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让2025年中国大陆在全球的贸易顺差竟然高达了超过1兆美元，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尤其要特别来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未来5年会更靠近中国，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因为呢，我们包括看到了南韩、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有1半以上的民众都认为中国大陆是更可以信赖的。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川普这一次他说喊出了要强夺格陵兰，那美媒直言这是逼盟友向中国靠拢。川普的盟友现在难道最后只能都靠向中国吗？大使怎么看？那个川普现在很清楚，他有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啊，他做了美国总统啊，他就要替美国开疆辟土。他看上了格陵兰，也看上了加拿大，这是他的目标。对，那他也说了，他不遵守任何国际法，他只相信自己的道德。他的道德就是什么呢？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这就是他的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些世界上各国，不论你认为你是美国的盟友，还是你是美国的朋友，还是你是美国的泛泛之交，还是你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人的对手啊，那都不算了，那都不重要。你自己认为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川普现在过去2.0以后的作风很清楚的，不管你是盟友、朋友对手、敌人还是路人，川普对待你们的关系只有2个原则：第一个，认钱不认人；第二个，认权不认人。权是什么？权是拳头的拳。你拳头大，我就跟你妥协，我就跟你好好谈，我就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没有拳头的话，就说你手上没有牌，你别想跟我讨价还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认权不认人。认钱不认人呢，也就是说，好人，什么叫好人？给美国钱的人就是好人，对。那欠美国钱或者占美国便宜的，通通是坏人。所以这个是川普的眼中的世界，然后眼中的这么多其他国家跟他关系。所以我今天觉得看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在怎么讲，一直在哀叫，说美国这个不认这个没有把我们当盟友哈，这个盟友已经不存在啦，盟友没有价值啦，这种哀叫没有用啊。川普从打心里就没有把他当作盟友啊！我刚刚说他只认钱不认人，给钱就是朋友，不给钱就是什么？就是敌人。所以呢，这个格陵兰事实上，我认为美国要定了，而且他有实力。对，如果欧洲人真的有实力、真的有决心的话，不会只派37个人去，
而且德国真有决心的话，不会派了15个人在格陵兰待了44个小时就回家了。然后他的原因说，我们任务达成了。你会想到调了15个人，花那么大功夫，这个浩浩荡荡跑到格陵兰44个小时，说任务达成了。他说我们只是去侦查的。格陵兰有2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你侦查40个小时，你侦查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原因，德国很清楚，德国没想到，川普总统说2月1号开始给你的关税增加10%的惩罚性关税，德国好不容易才跟美国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尤其是德国的汽车，美国可是大市场啊。美国人虽然开什么车都喜欢，可是特别喜欢这个宾士BMW、奥迪，在美国很畅销的。还有就是比较平价车 Volkswagen 也是啊，所以10%的关税，德国就撤军了。你想想看，格陵兰它会有救吗？然后这些欧洲的媒体一天到晚去报道说格陵兰民众反对，那都是因为反对的人就那么多人，你都去请他发表意见了，赞成的人你都没有去找人家，你在做政治宣传啊。我觉得川普是看好了，第一个欧洲国家都是什么纸老虎，不敢跟美国人对抗。第二个呢，格陵兰57000人，这个花点钱搞不就解决了，最后就公民自决。然后呢，决定加入美国，把主权交给美国。那格陵兰在美国，在川普眼里，格陵兰的武力就是一架雪橇加2个哈士奇，这种国家他怎么会放在眼里？是。好，所以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川普他现在持续的向盟友施压，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全球有多个国家就说他们认为比较看好未来10年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有没有可能出现东升西降？上次哥怎么看？当然，就是因为川普这些野蛮的作为，大家都觉得，哎呀，跟美国这个交往不太好，然后就感觉上跟中国可以靠近。很多人的研判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认为现在大家在看会跟中国更靠近一个国家，因为不是靠感觉，它要靠很多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的盘点。所以未来10年大家在考虑什么？大家考虑的关键是10年后中国会不会超越美国？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关键句，也就是大家现在在盘点，美国这个怎么东升西降，但这个东西都是渐进的过程。但是如果真正的有一些政治人物或有一些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要跟中国靠近，很大的原因在此。我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都知道现在2026年，中国从今年开始“15+5”计划已经开始了。它要一直建设到2030年，而且不要忘了，因为大家其实只要在国际上，任何国家都知道，当年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说要建设2025年的中国，大家做台底下连稍微没有人相信，什么科技建国讲了哈利巴拉的，可是到2025年看到，特别是科技各方面基建、军事全面的就铺陈开来。我再引述一下 J.P. Morgan 有特别分析，现在中国对于未来10年之内，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有什么？你看人家 J.P. Morgan 怎么盘点？不是讲什么川普这些东西。第一，他讲中国大陆因为15+5开动当中有一个长期目标的 GDP， 锁定在2035年要达到4.54万美金，人均呢，14亿人口，每个人都已经快要150万台币，很恐怖的，这个是很具体。第二个，现在 J.P. Morgan 说，中国大陆现在所有的建设，而且做到了，证明他们能够做到非常高质量跟平衡的国家政策。而不是说现在川普摇摆的，所以这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第三个是中国科技的发展的创新力，现在是非常非常强，甚至认为可能赢过美国或不输美国。第四个是中国大陆全面的生活水平、基建各方面的照顾，比想象中更远离过去对于威权或共产主义的这种形象。它那里面的甚至自由程度跟产生出来的社会新价值跟美国不一样的，这是 J.P. Morgan分析出中国大陆吸引其他国家的地方。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钱啦。以上海在前2天正式表达，上海他们要求自己未来1至5年内每年的 GDP 人均就要成长6%。
给自己开出了这个条件，所以其他城市当然也会有压力。所以中国不只是一个北京政府的头脑，也包括是一个地方政府。就我们对比像美国各州吧，对比像刚刚其实大家讲欧盟吧，大家各省的当中都有自己的期许，都在找自己的定位，而不只是听命而已。而且这种竞争力跟发展力，其实这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吸引人的。你不跟中国做生意，但你可以跟福建、跟广东、跟上海做生意，你可能赚得盆满钵满了。好，所以确实欧洲国家现在也在看说，10年后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超越美国？他们现在到底要向哪里押宝呢？欧洲现在其实，在美中之间还是持续的两边押宝，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争议。尤其现在欧洲国家持续跟中国在经济上建立更好的关系。刚刚提到了嘛，欧洲跟中国达成电动车以价换税，那中欧关系破冰，贸易战止血。欧洲觉得，企业界没有这么压力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安全上持续的呢打着安全大旗，要来淘汰中国大陆的设备，不管是华为、中兴，那电信跟太阳能还有绿能方面，也要持续做到去中化。欧洲什么心态？他这样子反复不定的行为，会不会在中美之间变成一个沦为牺牲品？还是这样反而对他们比较好？干哥怎么看？我看根本不可能吧？你说电信系统还有什么绿能等等，你要去中化，你怎么去跟中国的价格竞争？而且越来越不能跟中国竞争，这才是事实，对不对？大家去想，全球90%的太阳能电池产自于中国，现在美国说不行，来布鲁塞尔、欧盟，你们现在都要慢慢的去中化，要淘汰中国的设备啊，电信网络啊这些设备，还有太阳能这些装备，都一定要慢慢来去中化，可以跟我们美国合作。问题是成本呢？成本在哪里？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就是跟中国达成了协议，就说好了，拜托我们不要再打这种关税战了。虽然说我们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但是最近可以缓和一下。对，啊，15%关税我们可以缓和一下，因为拜托我们加拿大农民的油菜籽真的没有中国市场我们就挂了。对，所以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所以你就要想想看，我就举个例子，西班牙曾经跟华为达成一个协议，几年前。他做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种高阶的录音存储设备，哈，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这完全是一种一般的经贸议题嘛，对不对？然后马德里认为说这总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吧？结果华盛顿说不行，我们觉得还是可能会被窃取资讯的疑虑，所以说你还是要跟中国跟商务部特别强调，不能有国家的机关去干预你们这种的录音存储设备，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部分的 AI 的智能权，你知道，所以连美国都要管这样的事情，你就晓得说，其实说句实在话，美国在处处它都在防御什么？防御中国可能会从跟欧盟的一些技术合作以及经贸协议里面得到好处，或者是什么？得到他们可以利用的机密架构，这个是美国最忌惮的。可是你要想想看，中国的市场它本来就是什么？就是公平竞争原则。那欧盟它本来就是强调公平竞争原则的。如果说你今天要打破公平竞争原则的话，就像现在，因为欧洲一直以美国胜利了，欧洲就胜利了。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美国得利了。那欧盟就得利了，那是从1944年诺曼底登陆到现在的观念，可是现在的观念已经完全被川普打破了。美国得利了，欧盟你不能得利，只有我有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你们如果要分我的利益，别想。所以这才会有格陵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大家就在想说，现在你要入侵欧洲吗？你要入侵格陵兰吗？你本来是我们利益的守护者，现在是要跟我们索讨利益吗？所以欧洲这一段时间，我跟你讲，未来10年会严重影响欧洲人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说，美国现在不仅是20%的欧洲人认为他们是敌人，而且会越来越高。到了将来，不仅仅是川普卸任之后，我觉得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会完全改观。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讲堂。接下来
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市早苗又有最新动作，他现在赌国运要来解散众院。那一句台湾有事，这一回日本真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细节哦。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自己国内在野则是联盟出手，要引爆党内逼宫高市早苗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日本政坛现在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状态，因为高市早苗其实到现在注意了，他上任不到100天的时间，他最新突然间宣布了，他要解散众议院，而且2月8号开始就会进行全面的改选。高市说了，因为呢，他要让这个决定权全民放在日本的方向上面，让人民来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国家方向做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或者是刻意忽略的是，日本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其实是国内自己高物价的问题，还有经济停滞的问题、民生困境问题，他都不管。而他持续一直在讲的就是有关于台湾有事这一件事情。那高市他在宣布解散众议院的时候，他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到他其实强调了4大点，第一个就是日本要成为正常化的国家。第二个，他说还是要再提到安保3法的修法，必须强化的是对中的威慑。最后，他再次的说了，台湾有事，日本是不能置身事外的。所谓正常的国家，我们现在看起来在高市早苗的定义里面，意思就是要持续的扩军，持续的松绑武力上面的限制。大使又怎么看？这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吗？有没有可能这种右派的情势会带着日本往更危险的方向去走？大使怎么看？对，日本右派基本上就认为日本在2次大战的作为是正当的，那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应该要走这条路，而且他还是维持当时军国主义的整个他们的世界观。日本这个国家要生存下来，对，那就要怎么样？就要有强大的武力，就要对外侵略，对，那不容任何人，尤其在海这个把它包围，会对它形成威慑啦。所以右翼基本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那高市早苗这一次，因为他目前的民调蛮高的，大概都70%以上啊，一直都是这个民调，所以他想乘胜追击，改变目前日本的政府的这个结构。现在日本政府的结构，因为日本是这个制国家嘛，所以基本上就要看参众两院的议席。那众院的议席，日本的议席是433，众院我记得433。现在这个高市早苗的自民党跟他的这个维新会2个加起来刚好超过433的这个半数的1票。那而且就是说自民党他我记得只有199席，他要靠这个维新会那个35席帮他撑起来。可是呢，高市早苗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自民党在他这么高的民调名气下应该把他自己在国会的议席把他推上去。那推上去，而且事实上他对于这个维新会跟他的一些所谓的结盟的条件他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维新会有一个结盟条件是要裁减日本国会的席次那当然不会裁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选区，而是会裁不分区的，也就是那些政党比例代表的这些席次。那这个对于任何政府来讲都是很困扰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要摆脱这个。另外一个，日本的参院目前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执政联盟，也就是自民党加上这个维新会都没有过半。那什么叫正常国家？当然我们的解读就是说，就是要怎么样？要扩军，要松绑武力限制，这是目前现阶段的。其实最高的目标是要修宪，要把日本的宪法，其实日本宪法修宪已经讨论了20-30年了，都是谁在？都是极右派在这。然后安倍的时候，甚至有草案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办法修。那要修什么？第一个，自卫队改为日本的国防军。日本没有什么自卫队。第二个，日本和平宪法只做防守不做这个前置性的这种有没有攻击的力量，那个他也要改掉。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人给日本人加到这个紧身的夹克就是那个宪法。
那所以他现在事实上要做正常国家，就是要修宪，修宪他就要改造国会，国会他如果不能够掌握了，他就没有办法做，所以他用一个很高的目标来号召日本的右翼的民众来支持他。那到底会不会达到他目的的话，有人说他可能会自民党会多得几席，可是呢，问题呢可能没有办法照他就是说又由自民党单独的来控制两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其实高市早苗事实上挑衅中国大陆，有人就说对他在内政上的声望是有帮助，这个事实也看到了，也就证明了其实右翼极端右翼不是少数人。在日本有深厚的社会跟文化跟历史的基础，这就是对日本的认识。不要再认为什么都是只有右翼少数了，日本的社会的主流就是右翼。好，那极端右翼在日本的声浪持续的崛起，再加上这个高市早苗，他希望改造国会来做修宪，所以中国大陆也做了各种层面的反击。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从3个层面，画面上看到从经济、战略跟关键命脉，也就是稀土上面做的反击。首先经济，它赴日旅游全面启动，水产全面禁止，还有牛肉、清酒全面出口受阻。再来就是战略层面，东海、台海实施的是实弹军演常态化，钓鱼岛巡航也增加，最后是在稀土上面的管制变得力道更加的大。高市一句台湾有事论，让日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值得吗？上次哥怎么看？现在很明显是我们现在看下来这几个月，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来讲，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把日本当假想敌。很难想象就中日2个国家，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经济上来讲，都是数1数2排前面的大国。大国之间要到这样什么叫假想敌呢？可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很明显有一个战略，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只是不高兴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这个事情，然后你介入台海之间，看起来中国大陆是顺着这个势头，拿日本这个国家，特别高市早苗还这么坚定不改变的话，来练手。练什么手呢？这都知道，其实，在未来对中国大陆可能最大的冲击跟决定，就是要不要完成两岸统一这件事情，特别是透过武统。那一旦有诉诸台海的武力，这是牵动全世界的。而且众所皆知，不只是全世界的智库在分析，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也都知道，一旦如果台海方面确实有更激进的动作，北京方面的话，可能就会遭遇到制裁。所以遭遇制裁这件事情，就打台湾或武统或统一当中付出的代价就是经济制裁，这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制裁本身，难道你就默默被制裁吗？感觉起来现在恰好日本就是要介入台海之间，这个时候呢，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反而把制裁这个题目在后面拉到前面来，现在拆分出来，包括中美之间在对抗之前，现在看到日本其实就是在做制裁，因为制裁之间来讲，制裁对方都知道是欺商权，我伤你一定伤到自己，所以你不能只是在纸面或幕僚在演你，透过现在跟日本的这种所有这一切旅游、水产品、和牛，包括到特别是稀土，所有全面性由软到硬的制裁的手段先出手。而且在出手过程里头来看日本的承受度，以及评量中国自己本身要付出大家承受度，我认为是最关键的第一点。对日本的第二点，我认为在测试过程里头也开始测试一个东西，叫做美日同盟。过去在讲美日经济包括军事同盟牢不可破，概念是，于是在这一次真的对日本出手来看，美国真的那么挺日本吗？那么最后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警告了一下，看到了裂缝哦，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不知道。当然，第3点对中国最重要是历史的清算，历史伤痕。过去来讲，从2次大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其实坦白讲，并没有很真实的一个大清算，从情感到实质，所以这使得日本政府也没有公开道歉，有很多对常来常去修改课本的这些东西，其实对中国大陆很不满。但是过去有个表面的东西叫做中日民间友好。仿佛其实大家在这种友好的表象上，大家都要隐忍。但中国现在有个价值的改变，什么呢？地缘政治下，国跟国之间没有什么友好的，本质就是不信任彼此。有什么好信任的？跟韩国有什么信任？所以最后是
这个东西是拿出来之后，是个全新的中国大陆在地缘政治当中全新的立足的价值，跟过去的隐忍不同。所以我看在这一次的这3个多月以来，中国大陆的所有部分，不只是对日本制裁，包括这方方层面当中，都体现中国大陆要去测试，要去具体的做，来看看真实的结果。认为现在看起来果然是持续的推进。应该会持续的下去，不会松软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制裁持续，同时。这个日本自己境内的民众也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刚刚讲了一系列，不管是从经济战略跟关键命脉上面的压力之外，也看到说美国在这方面好像似乎没有这么的足够力道去挺日本，所以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各种的反弹声浪哦，包括了这个在野是整合了反高市联盟，现在说要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中道改革联合，他们要阻止自民党单独过半。民调显示50%以上的日本人是反对提前改选的，而且他们更焦虑的是有关于日本的物价呀、税制跟民生等等，高市会不会被提前逼宫，甚至是提前下台？干哥怎么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不过以现在他的支持度来看的话，几乎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大概他不会被，就像刚刚大师讲的，因为他支持度还是很高。对。可是50%这么多的日本人会觉得说，你现在是干嘛？现在重点不是什么众议员他们上任才454天，还不到他任期的1/3，你叫他们通通这个离职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所进行的这个解散众议院，然后全面进行闪电改选，那是从1945年以来第一次，16天之内就要改选，下个月8号就要改选了。大家会觉得说那个真的叫闪电改选嘛，对不对？其实高市早苗是豁出去了。我把我的命运跟我的政党交给全日本人来决定。话讲的慷慨激昂，我讲白了，你就是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嘛。我能不能被国民赋予我将来能够真的有权利来带领这个国家？意思就是我能不能让我的国家完全向这个右派倾倒，然后我可以真正能够实现日本的国防的跨出那一步的自主化啊！不但它能够卖武器，它还能够成为真正的陆军、海军、三军。他想的就是这样。所以日本国内反对党他有讲了，他说：“你知道吗？高市首相有个叫福冈饭团之友会，就是街友会啦，就是专门照顾那食物银行啦。”他说：“你知道他现在已经穷到连那个食物都买不起了吗？这个应该比较要紧吧？”比你的什么安保3条件要来的要紧多了吧？还有很多物价的上涨，这些事情老实讲一句，应该是你高市内阁应该要重视的。还有一个什么叫世纪之友会？什么？因为日本也有无家可归的儿童啊，他们在育幼院里面，但是他只能够日托，晚上还是要回到亲人身边。可是有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就等于是无家可归就对了。他说：“高市，你应该要重视这些事情，这些反而应该是民生议题是比较要紧的，还要被中国的制裁等等。可是你现在看高市的做法，就完全豁出去了。我有可能丢掉首相的位置，但没有关系，冲着我现在有高支持率，我来赌一把。如果我赌赢了，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就是跟中国全面对峙的开始。为什么？我先告诉你，日本你要有核子武器。”恐怕50年都做不到，但是中国现在就有核武对付着你，所以高市早苗，你不要走这个险棋。长远来看，跟中国的对抗一定会输，你还是重视你自己国内的民生议题会比较要紧吧。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持续要关心解放军现在斩首的画面上了，从央视来做播出。另外也会关心包括解放军无人机闯东沙，还有1000艘的渔船列阵。中国大陆是已经把准战争剧本摊在第一岛链，甚至台湾的眼前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在川普总统他成功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北京方面难道现在是立刻的接球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央视突然
间在此刻发布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特战队员演练他们在夜间的一个斩首行动，夜间做渗透、近距离歼敌，执行了一个斩首的画面，现在被视为是对台湾正式发动一个武吓的讯号吗？好，这个呢是一个影片，但是有实际的动作是什么呢？国防部1月17号表示，发现了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架的歼侦无人机进入到了东沙群岛的领空，这个高度呢，其实是在我防空武器这个射程之外的，在我方是以国际频道广播之下才将他们给驱离哦。那么我们看到海巡署以及陆战队此刻正好又在东沙岛这边进行今年的第1季的这个实弹射击演训，所以被视为说这个无人机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先是央视发布了斩首行动的影片，接着又派出无人机去入侵东沙，北京这一次释放什么样子的一个武吓讯号？大使怎么看？我想大陆现在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军演啊，还有关他这些军事行动的这些资讯的发布啊，还有就是新的武器，像无人机进入到我们这个东沙附近的这个水域啊，来进行侦查。你看它的平密度跟它的这些这种真实性、实战性都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怎么讲呢？认真。那你就要反过来看，就是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就是说他们可能认知的台海情况是越来越有可能失控，越来越有可能会复杂化。因为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目前的政治发展跟走向那事实上大陆不但就是说跟我们政治上互不隶属，而且它被界定为是境外的敌对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论述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跟中国大陆是在历史、在社会、在这个政治上、在国际关系上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对立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事实上对台湾的军售，也在加强。日本那更不要讲，高市早苗就说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要动武的时候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要换在大陆角度上来，这个情势在往恶化的方向走，所以它各种的准备跟它的威慑的这些作为都会增强。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两岸关系如果要照目前这个路径再走下去的话，那可能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动作。那我认为这些演训基本上都是他实战的一部分，他需要在实际的操练。那我也认为，就很可能将来由演转战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是，所以两岸关系现在是在快速的恶化当中所以呢，如果照这个情势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我想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利的。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空中部分做的，对于台湾做了一个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海上也有其他的警告。我们来看到是《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大陆的渔船在去年圣诞节，还有包括在今年的1月11号2度在台湾周边的这个东海进行大规模的阵列式的聚集，迫使部分的国际邮轮因此被迫绕道。我们先来看到2次的聚集，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底，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嘛。12月底，我们先来看到大陆是出动了它的2000艘中国渔船，排成了2条平行长列，长度467公里，呈现 L 型的一个阵列。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出动了，也是非常多，1400艘渔船，也有一个矩形的阵型，绵延超过320公里。纽约时报做分析，他说这个渔船的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他是认为是可以阻断航线、干扰雷达，在实战之下，甚至可以作为飞弹、鱼雷的一个诱饵。干哥怎么看？好，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国防部1月17号说，中共一架无侦8啦，我坦白讲，进入东沙岛领空。你看他的解释我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对手是谁，高度位于我防空武器射程外，在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你对一架无人机广播，你讲给谁听啊？上面有人吗？你不要再重演像上次在东引上空，我们的守军是用石头去丢无人机这种事情
什么叫做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天弓1型、2型、3型，我们还有短程的复仇者。请问一下一架无人机为什么在你的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当然我们知道，可能离岛没有部署这么好的系统，但是离岛也有点防御系统，对不对？有3-5快炮，怎么会打不到无人机呢？我看到这种声明，国防部这种声明，你是想要不战而屈服吗？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声明？我实在是非常的，好，算了。讲到这个问题，我会情绪就会上来，就代表说你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再来，你讲说中国渔船，我告诉各位，在我当兵的时候，40年前，当平潭附近的渔船一聚集的时候，整个岛都慌了，因为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时候40艘渔船，现在是几十倍，2000艘渔船。大家认为这2000艘渔船能够在24小时之内动员？它部署在台湾海峡中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连美国航空母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打，然后他们可以掩护什么？它可以掩护真正的登陆部队。为什么解放军一直在训练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万一现在真的有事打起来的时候，我的民用船只多达2-3千艘，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海上的长城。我再练一次给你看，看我这次做得到做不到。结果马上就做到了。这些渔船放下渔具不捕鱼，为什么？只因为一声令下。中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想请问你，美国人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是实际上的威胁，而且这可以干嘛？这可以阻止什么？阻止无人机以及水下无人载具的进攻。为什么？我们是民船呢？你要是误伤民船的话，你的国际责任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大陆在很多地方，像那个斩首的训练，还用到十字弓。他想说，怎么连十字弓都拿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十字弓在近距离斩首是最有效的武器，那是现代科技十字弓，不是楚汉相争那种十字弓。大家要晓得，中国在很多方方面面都让你觉得你很惊讶，因为他不断在演练。等到有一天成为事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对各方面的训练都已经扎实到这种地步，这才是整个美国和我们都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的地方。好，刚刚看到画面，在刚刚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显示1000艘渔船的一个列阵，非常的震撼哦。那对于台湾的冲击，我们持续请上志哥来带我们看。这个其实很震惊哦，因为全世界目前看起来盘点起来，虽然菲律宾也有会用一些渔船，但到这样子的规模，真的只有中国做到。这里有背后是何等难以想象的指挥系统，要怎么指挥2000艘啊？大家知道海军、海警没有错，这边也有，可是这没有那么多军舰2000艘，没有吧？但你要最后要到海，所谓这种渔船。所以这就是在全世界的海军战术上当中，其实都有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它可以屏障，就如刚刚干哥讲的，它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你让你感觉存在感，然后你再大的航空母舰，再大的部分到那个地方，你被2000艘围住或排站，你要怎么穿过去？郭姐来讲说，台湾海峡你怎么啊？你说中国大陆要打封锁，你怎么封锁？讲说你一个航空母舰，可是台湾海峡那么宽，从旁边过去，可是这样2000艘弄起来，各位你们看，它组起来是几百公里，400多公里，这什么概念？对，就已经把台湾海峡从福建到整个到台湾的全部排满。它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里头演练的当中有完全的实质，就战术的威吓人家的美国、日本的航空母舰或人家的大的这种军舰，也威吓到实质战术上。这个东西不要说是掩护作战，它的存在感就让你难以想象。而且你说真的，它就具有攻击吗？也许它也包括要撤一些人补给的，太灵活可用了，因为2000艘。而且我们都不知道，难道就现在2000艘已经是中国大陆就所谓渔船的极致吗？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大陆，可能单福建、江苏地区就不止2000艘，你还有广东呢，你还有海南呢。如果真正要把所有的渔船实质为了两岸这场最关键的战争，而且在面对美日
的这个部分的军力都要一起的时候，他所要导入的这个是难以想象，而且美国没有演练过，日本也没有弄过，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所以现在其实丢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认为以中国大陆过去来讲，这些都是藏得很深，不会让你看到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包括把斩首行动让你看，包括这种不用枪声，把你就可能就这样没有枪声，安安静静的斩首。另外渔船大阵仗的，这因为主要这些东西都是超过美国它的这个主要对手能够理解的。而美国为了要因应这个东西，只要开始又要花好多的人跟力气在研讨要怎么破解，但是单单看到就真的能够破解吗？所以这里头，而且人家用的难道你以为是可以干扰？人家可能都北斗卫星。